朋友，我们来看看南韩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空难事件，这是发生在昨天早上，济州航空的客机在降落的时候以机腹着地，而且没有减速，一路冲撞到一堵墙还不是护栏是墙，水泥墙，结果瞬间爆炸成一团火球。飞机上面有181人加上空勤组员，结果全部罹难，除了2位空服员生还。那2名生还的空服员也是受了重伤。现在呢，就有很多人来看这个画面，来，您看到的这个飞机是完全没有减速就直接撞上那一堵墙，有很多的疑点包括为什么会有一堵墙在那里？这个在其他世界各地的机场其实很难看到对。这个很离谱啊！好，不过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这一架飞机是波音737-800型的飞机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很多的这个业者都告诉我们说，这一款飞机没有燃油卸放的功能，所以当这一架飞机用很高速的速度冲向那堵墙，根本就是一个汽油桶观众朋友，汽油桶直接这样撞上去，那当然变成一个大火球了所以就有人说，这个机型没有燃油卸放装置，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一般这个驾驶员会怎么做呢？就是要在空中盘旋，让这个燃油尽量耗尽，让燃油尽量减少。可是因为事发突然，他准备要降落的时候才发生鸟击，所以他根本来不及消耗他的燃料很惨呐。那我们看到的空难有2名幸存者，他们2个都是空服员，坐在机尾的地方。于是现在有很多媒体在报道说，飞机的后段冲击力道较小，存活率比前排高出40%。可是我也必须讲每一次空难的这个形态样态是不一样的，这个只是大概率，因为你看到它是往前端这样撞击，所以后端的冲击力本来就比较小。那我们看到韩国现在开始对 B7就是波音737-800的机队进行特别检查那可是呢昨天才发生空难，今天济州航空同型号的飞机今天早上又因为起落架有问题返航，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波音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它大大小小的问题出了不少，所以我们看到在欧洲，在挪威奥斯陆机场28号一样有一架波音737-800的客机它的液压故障了，你可以看到它在 landing 的时候冲出了跑道，不过幸好因为这个机长的处置得宜加上他冲出跑道，因为他减速了那冲出跑道之后只有一些人受到轻伤，他滑到旁边的草地了，所以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波音不断的出状况，我们看到包括美国的运安航空机构也开始联手波音要来调查事故的真正原因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事故一发生之后，济州航空它是一家联航这廉价航空，它的股价暴跌了16%，创下史上最新低，而母公司的这个股价也急杀了12%。波音本身当然也跌了4%我们看到包括2年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东航空难观众朋友可能记忆犹新因为那个画面太令人难忘了。也是一样波音737-800的客机，它当时这个中国东方航空 MU5733的班机是从8900公尺90度这样下来的，还记得那个坠机吗？所以让大家觉得说，波音公司。当然，我们现在不能直接连结是波音公司有问题，只是因为太多的事故在最近2年发生了，让大家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包括你看到品管还有罢工所以波音真的是雪上加霜连太空计划也因为技术问题出包那说回南韩好了，还有说回济州航空好了，这一次的空难是一个复合式的灾难，包括我们看到媒体报道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鸟击它落地前6分钟，右边的引擎很明显的被鸟击，所以发生火光发出火光。那它的起落架完全没有这个功能，它
是机长没有按那个起落架的钮吗？还是怎么样？总之起落架没有放下来，还有液压系统也故障了，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灾难哦。我们看到他被鸟击之后呢，管制中心有收到他的 Mayday， 也就是他的求救，可是1分钟之后，看起来他的起落架没有办法正常启动，导致飞机在没有轮子的状况之下，机腹摩擦地面，持续奔驰，最后爆炸起火。那很多航空迷就看了那一段他 landing 失事的画面，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哦。我们看到呢，不只是起落架没有放下，它的襟翼也没有展开，前缘的凤翼也没有展开。这2个东西是什么？是你飞机在落地的时候有一些阻力。飞机的翅膀底下有襟翼啊，跟这个凤翼，它是有一个阻力的，可以让你的飞机的这个速度减缓。可是很奇怪。这个飞机它轮子没有出来，就是 landing gear 没有出来，它连这2个这个阻力的装置也没有启动，所以基本上它是在高速的飞行的状态这样子滑行的哦，所以又很不幸又有一道墙，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一道墙哈，有一些航空公司的专家就说那一道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混凝土墙根本不应该在那里呀。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距离跑道200公尺处有这么坚固的物体。我昨天看到也傻眼了，这个太离谱了。通常是缓坡或草地，而减缓它的撞击力道，怎么会有一堵墙？那根本就是一个谋杀行为哈。那另外我们看到南韩现在是内忧外患，我们看到代理总统崔相木一上任就发生这种事情，真的是很糟糕。那政治危机拖累了韩元重贬啊，川普即将上任，所以也必须说，南韩现在事情超级多的。现在有超过60%的南韩民众支持来重选改选政权更迭。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尹锡悦现在还拒绝传唤被出庭这个被传唤被出庭，所以很多人很生气来问问彬哥，彬哥怎么看？当然，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啦，只是整个看起来非常奇怪，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影片都会吓到，它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要停住的感觉，就直接往那边冲了，然后跑道尽头居然是个大混凝土墙，然后就直接撞上去就整个这样完蛋。那老实说，虽然有专家根据统计可以告诉你说坐在靠近哪里可能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但在这种事故下，我觉得你坐在哪里基本上就是看运气。讲实在话，所以那2个活的是坐在最后面，对啊，因为他们是空服员呐，对，那个也是运气，而且他全身，他搞不好会全身瘫痪，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状况。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理论上来说，如果你是遭遇鸟击，你说怎么样的鸟击会打到起落架没有办法放下来？这个是很奇怪，因为一般鸟击大部分是影响引擎这些东西，因为也有乘客说他看到有一只鸟夹在机翼上面，那这个怎么会？影响到起落架，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它的减速板也没有放下来。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它完全不减速嘛？然后正常来说，它如果遭遇鸟击，它又要求重飞，这时候它应该是频繁的跟塔台接触，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所以这中间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不确定的东西存在，那就是要等到黑盒子的全部解读出来。但是听说黑盒子有一部分毁损掉了，所以这个解读出来可能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了。到时候再看。那实际上这几年就是波音真的出了太多的事情，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屡见不鲜。那这次造成非常重的人命伤亡。那2年前东方航空那一次，其实到现在可能很多人忘记这件事，到现在这个调查报告都还没有出来。那个很诡异。对，因为他们已经排除了天候跟人为相关的因素。那是机件故障吗？什么也不晓得，因为整个飞机是从90度直接从空中那样掉下来，像一块大铁块这样掉下来。这一般来说飞机不太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姿态，所以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那我们一般人不了解，因为专家可能理解，我们一般不了解，你就心中就会有一个刻板印象，那是不是现在要少做一点波音？那只要你一旦有这种想法，它的股价就不可能会好，大家对这个公司的信心就不会好。所以我觉得波音，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就是波音如果再不赶快改善它的体质，改善它整个这个公安的相关的问题的话，波音这个公司你要再起来恐怕很困难了。然后特别是它的太空事业，现在马斯克上来，它太空事业大概也不用想了。所以我觉得波音自己要去想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济州航空自己本身也怪怪，因为它有另外一架班机今天早上也出事，也是起落架放不下来。这个如此频繁，以前我们一直在说服。就是社会大众说，其实飞行是比开车这些都安全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昨天一天之内出了好几次事故，你这样会让很多人会产生恐惧。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航空业要赶快去想办法克服，想办法去把这个整个原因找出来，让社会大众安心。那至于南韩现在这个内忧外患，我觉得崔相木搞不好也会被换掉，因为代理的代理，因为他实在是压不太住阵脚，尤其现在内忧外患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尹锡悦又决定硬干到底，等于现在就是到底总统有没有被逮捕权？我觉得这个已经有宪法上的争议的问题了。这个非常麻烦，所以韩国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尹锡悦显然是要硬盯到底的话，那韩国会越来越混乱。那你说他一旦混乱的时候，包括这些飞机的事故调查报告，甚至其他相关的东西，恐怕就更不容易为社会大众所知道，整个社会就越来越混乱。那这个对韩国是好的吗？我真的觉得尹锡悦你好歹是韩国的总统，你都不为你自己的国民想一想。对，而且这个济州航空的维修工哦，其实之前在爆料公社，他们有爆料公社有爆料说他们的维修的品质非常差，然后工人都超时工作，可能也是廉价航空要节省经费的关系。来，我们请教老师怎么看？对不起，这个彬哥怎么看？亮哥，亮哥，你是干嘛？这个其实我认为那个机场也有问题。对，它设计有问题。不只是那个墙啊，没有人在机场跑道。我自己在猜哦，为什么会有那个矮墙啊？他是怕动物跑进来。但也不对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怎么会有混凝土的墙摆在那里？这个没有机场看过有这样的墙。那也有人在指责说，那个机场为什么会在低空遭到鸟击？因为鸟击你通常要飞到一定的高度，那怎么这么低，还有那么多鸟啊？那你显然对那个场地的并没有弄一些让鸟嫌恶的东西。一定有驱鸟的设施，一定有。所有的机场都有啊。对啊，驱鸟。所以你驱鸟设施没做，用声波也可以。对。把那个草加上一点什么药也可以。对，结果没有啊，所以你刚刚不是讲到它是在低空鸟击，所以它要放油已经来不及了嘛，已经快接近地面了嘛。对。所以它一下地面又发现起落架下不来，所以就变成直接用腹部插着这样滑行。你起落架没下来，你的操作就没有意义了嘛？还是可以减速啦，他所有减速的措施也都没有我是说转向啊，转向已经没有办法操作了，因为没有轮子嘛，对不对？所以这真的到处都是问题耶。那波音当然也是个大问题啦，因为波音最近才刚被人家查到，他那个 CEO 的年薪有1600万美元，然后工会还要求比照加薪。那发生这种事，我是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要针对这一型的飞机做停飞了，现在还没有听到嘛？没有，对。现在各国还没有表达强烈的意见啊。不过据我了解，我们是有这一型的飞机啦。有啊，很多啊。其实全世界各个航空公司都很常用这一型的飞机，因为这一型好像卖了1万多架。对，它是区域型的，它是单走道的飞机，很好用啊。我们到大陆很多短程的也是飞这个。是啊，所以请钳子小心一点。我没有，我不是航空公司的代表。这个，我是觉得这里面看起来是方方面面都有问题。包括航空公司的保养，然后机场的问题，还有波音公司总公司的问题，到处都是问题了。是。来，严老师。这个韩国这个，我觉得这么多的悲剧啊，那这个是一个真的是超越台湾4小龙，然后变成一个G20 member， 我觉得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无论是在经济也好，或者在国际这个我们讲说政治上面，都是我觉得对韩国人来讲，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他们在国外上面感觉上成就是不错，可是你看国内，除了这个10年前2014年4月也是让他们没办法就是
真的完全从那个悲伤中走出来。那这一次看起来也是哦，我刚来的时候还看到韩国所有的这些节目跨年的全部都取消了啊，觉得就是要一起哀痛。但是我相信韩国人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why 为什么这些事情老发生在韩国？包括你现在这个总统啊，这个被迫已经被弹劾了，代理的总理也被弹劾，现在代理啊，然后来接。这个局势就是很乱。那我相信，如果今天你是有心啊，就像我刚刚讲台湾的政治人物一样的，如果今天尹锡悦你们真的深深以国家为念，在老百姓现在完全感觉到非常伤痛，又觉得说这个政治一片混乱的时候，最好的方式真的是把政权交出去，让不管怎么样，那虽然反对党不一定做得更好，但是你自己已经失去了我们讲说。最重要的叫做 mandate 嘛，就是人民的授权，你是完全没有。我们虽然不太相信这一套这个中国古老的东西，但是当一个天灾人祸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可能这个执政者确实已经不受这个庇护了，那确实已经失去了所谓的上天对他的授权。那我觉得今天韩国政治人物应该要有这个想法，执政党就是干脆交出去，赶快重新民选是最好的结果。对，赶快让他们的纷乱有办法赶快都停止下来是比较好的。他要跟李在明同归于尽。好，我们看到空难，当然这是很伤心的事情。不过在4天前也在俄罗斯这个地方也发生了一起空难，这是一架亚塞拜然的航空公司的航空器它是民航机它在飞越俄罗斯的领土的时候呢，不晓得为什么突然被误击，结果它是整个坠机在靠近哈萨克这个地方，那飞机上有38个人死亡。那当然大家都觉得很悲伤到底是谁把它给射下来的？我们看到前2天普京特别打电话给亚塞拜然的总统跟他讲说因为发生在俄罗斯的领空，所以他要表达歉意还有哀悼。可是重点来了，他没有承认这个事故跟俄罗斯飞弹有关。因为外界可能会这样联想嘛，俄罗斯现在在打仗嘛，会不会不小心误射看起来亚塞拜然的这个总统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说你这个说法太荒谬了，你还试图归咎于大雾鸟击你尽管打电话给我也致意也致歉，可是说法太含糊不足以维持2国友好的关系他还喊话要俄国承认你是击落过失而且要惩处应该要负责的人。现在只有道歉，我们没有办法接受那你可以看到呢，分析人士就讲阿利耶夫为什么会这么强硬？那是因为4年前他军方曾经误击过俄罗斯的直升机那个时候有2名俄罗斯的军官丧生，他们主动承担而且赔偿。那你现在敢做不敢当站在亚塞拜然这边的立场是这样想的所以你看到俄罗斯是不是会失去这个盟友呢？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的设备现在是不是看起来在武器在军武上面也有一些更多的发展，并且在战场上已经实现了。我们先来看看乌克兰的战场上面，现在无人机空战已经发生了。我们过去讲未来的世界可能是机器人打机器人，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乌克兰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去来做一个无人机搭配小型火炮，然后去拦截这个从俄罗斯来的这些无人机所以你看到的就是无人机在轰炸无人机。很像在打电动虚拟实境那样子的一个状况，已经在现实的战场上面活生生的发生了。另外我们看到无人机有天敌吗？中国大陆的电动摩托车据说已经冲上俄乌前线了有士兵，你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士兵骑小电驴在那边穿梭，很像我们看到的那种电动小摩托车这个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的。它每1个小时是50到60公里像这样的速度，在平坦的地形上面迅速的穿梭来回成功的避开无人机的攻击，甚至还能够进行突击跟反制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战场变成是这样了，很有机动性。而另外我们看到3D 列印在10多年前开始就已经开始蓬勃的发展了，现在也用在制作军武上面，放在战场上了吗？乌克兰就调查说
俄罗斯进口的金属、3D 列印设备88%都来自中国，然后你就把这个设备生产出一些东西跟武器相关的东西投入这个军工业那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指控。我们可以看到呢，乌克兰它这场战争会不会随着川普的上台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呢？现在乌克兰的驻联合国代表发了一个声明，他其实某种程度是接受德国媒体的访问，他就讲加入北约临时方案必须包括国际安全保障，因为他们一直想要加入北约，可是现在无法嘛，所以他说有一个临时方案。然后呢，你西方的这些盟友必须超越纯粹的政治许诺如果你要很仔细的保证阐述，如果我们乌克兰在遭到攻击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军事手段保护？可是状况是你这样的呼喊这个西方的盟友要买单吗？重点是川普买不买单？我们看到。包括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讲了，我们不满意川普团队的建议因为据说他们团队有建议一个方案，所谓和平方案，就说保证乌克兰未来20年不加入北约可是在这个乌克兰部署欧英的维和部队就是一种安全的保障那俄罗斯当然说不可能俄罗斯是希望重启政治对话，前提是美方需要主动迈出第一步，所以其实某种程度还卡在那里。而另外我们看到川普即将上任了，在这个时间点，美国的前总统卡特逝世了，这个消息是今天传出来的。观众朋友，卡特活了100岁，在他任内落实了美中建交，所以川普有说美国人欠他一份感激之情这是1979年的档案照片，当时的卡特跟邓小平坐下来在这个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接见所以美中后来建交了。当然我们台湾就把我们台湾给断交了。而另外你看到川普他想要跟习近平对话未来2个人要怎么交手，包括现在的美中沟通已经断裂了，那互动会不会陷入僵局呢？而中国的高铁现在技术再创新，据说新一代的智慧高铁有望在2027年问世。而现在在天山，中国大陆的天山有一个隧道叫新疆天山胜利隧道，打通了，穿过去只需要20分钟，创下了世界纪录。来，请教亮哥。这个亚塞拜然这个事件，我认为俄罗斯显然启动了这个防御，就是防空的飞弹，而且更过分的是，打到之后他还做 GPS 的干扰，所以使得他没有办法朝俄罗斯那个部分来降落。所以这个俄罗斯肯定有责任的啦，那当然他们会说了，说因为是不是他们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乌克兰的飞机所以就做了击落动作。它是民航机耶。可能乌克兰是不是有从车臣方向来做攻击，我们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个明显就是俄罗斯的飞弹那是从车臣那个方向射出嘛那射出之后，听说又有 GPS 干扰，然后让他没有办法立即找到落地了。他偏离了航道。对，对，所以普京没有就这件事情来做道歉，还有后续的赔偿承诺，那当然亚塞拜然会很生气这个本来还有人在牵拖嘞，说是不是亚美尼亚跟美国那方面弄的那现在事证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认为就是被打下来的而且打下来，如果你让人家可以迅速下降，也许还可以避免这个灾难，伤亡可能因为大概是死了一半吧，对，38人，因为那个飞机整个断掉了所以我认为俄罗斯确实是有责任的了。那至于这个俄乌之间怎么谈呢？我坦白说了，这个俄罗斯不满的就是，因为普京已经亲口讲过了嘛，说要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协议，那个基本上就是乌克兰要承诺不加入北约，而且西方所有的军队都要撤出嘛，而且不能进来。那现在乌克兰提这个说什么？承诺20年不加入北约，那之后你还是会加入还有，在没有加入北约这20年内，这个欧洲可以派维和部队到双方之间，这个俄罗斯怎么可能接受？
欧洲过来的部队就是北约的部队啊，那岂不是同意了北约部队进来乌克兰？那不是跟俄罗斯的方案刚好相反？对，所以这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啦。我认为这个案子如果双方一直在和平方案找不到折中点那坦白说，俄罗斯可能就会让战争继续打下去。而且他现在已经扬言了，说不然我们就在基辅分输赢了。决战基辅。他说他那个真果树的飞弹，到时候都来打基辅啊。甚至有人讲的很悲观啦，说基辅是一个文化古城嘛，会不会因为这样遭到浩劫了？摧毁。就说你既然都不认，你也不投降，那我就直接打基辅啊，就是输赢啦，输赢啦，不要输赢啦。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况对乌克兰会是越来越麻烦的一个局面。因为你的兵力不够嘛，对，武器还要其他人提供。那俄罗斯那个红军城打下来之后，就已经快逼近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彬哥怎么看这个亚塞拜然这个东西，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俄罗斯干，只是说他们之前一直说他们那边是不是有乌克兰的无人机，是不是因为这样造成误判不晓得。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打中人家，打中就是要赔偿，这不然这么多人伤亡，这个对亚塞拜然当然也不能轻易咽下这口气。但是以这两国的关系，应该是还是会很快就会达成协议和解，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俄罗斯来讲，他现在没必要因为这样又多一个敌人。对他也没什么好处。那至于说那个小电驴，老实讲，我还挺疑惑的，他在战场上他到底要怎么充电？他去哪里换电池？我实在不太知道。你这样搞下去，会不会到时候老头乐也出来了？那什么老头乐是什么？就是那种那个大陆乡下那种很多老头坐的那种电动车啊，对，我不晓得。三轮货车三轮的那种那叫老头乐。对，那我不晓得啦。那大陆跟莫斯科之间现在当然关系是越来越紧密啊，所以即使乌克兰反对或干嘛，我觉得他们两国之间大概是不太会变化。那只是我觉得乌克兰一直还在做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一直还说一定要把北约的势力引入，可是你忘记莫斯科当初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不让北约的势力能够进到乌克兰吗？那所以如果最后的结果是让北约的势力进入乌克兰，那这是莫斯科绝不可能会接受的嘛，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去想这种天方夜谭的事。那至于吉米·卡特，我必须讲，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在当总统的时候，我在念小学，当时我们非常恨他，因为中美断交，然后他就一路往大陆那个地方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父母啊，那个长辈都在讥笑他，就是个卖花生的，因为他开花生农场嘛。那他自己在总统任内评价其实也不高，可是呢，因为他只做一任就掉下来。可是他到了他卸任之后，反而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反而让他名声鹊起。那不管怎么样，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高寿的总统当选人，那也是祝他安息。美国最有声望的卸任总统，最有声望的卸任总统。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卸任总统。好，我们请教严老师。我觉得俄罗斯应该跟亚塞拜然道歉哦。你在这个外高加索这个前苏联的3个这个共和国里头，这个是你的铁杆兄弟哦，你不能把他就是假狼告告就不道歉了，因为毕竟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亚美尼亚对上次这个失去了一块领土已经很不满意了，然后乔治亚最近选出了一个比较亲俄罗斯的，那现任总统还不下台哦，现在闹得很厉害，抗争得很严重。你难道要把这个地区都得罪光吗？我觉得普丁要去想一想哦。至于卡特，刚才这个彬哥已经提过，那我自己在美国，我在去读书的时候，就是他建交的时候跟大陆建交，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呢，如果今天川普当然要讲一下他的好话，为什么？
川普现在在美国历史学家评鉴的总统当中是倒数第几位的啊。卡特虽然做的不好，他现在是中段生哦，大概就是在中间哦。为什么？就是他毕竟在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间这个和平这个大卫营协议啊，让这个以色列跟萨达特跟这个埃及的总统达成协议之后，埃及不再成为以色列的威胁。以色列就没有国家亡国安全的疑虑了啊，其他都不成气候。第一大国埃及没有跟你打，那就非常重要。好，柯文哲2度交保，我们刚刚看到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他步出了北院，然后呢，立刻驱车回到家里，不到半个小时，他又协同他的夫人陈佩琪2个人步出家门口，又再度驱车前往新竹。据说，柯文哲自己讲，他的爸爸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立刻马不停蹄的前往新竹去看爸爸。你也可以看到柯文哲这一次交保跟第一次态度大相径庭，他没有对记者说任何话。从北院出来的时候是满脸笑容，可是回到家之后，你看到他第二次出门就没有什么笑容了。记者怎么问他都没有回应。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小草或者是支持者一直在他家门口以及北院在支持他。这个回到新竹陪伴爸爸，这是人之常情。他在庭上其实也恳求法官让他做一个人子的责任。当时他还哽咽说：“我爸快不行了哦。”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法院里头情理法都要兼顾。现在改7000万交保，而且大家看一下我们记者还特地拍了他的脚，尽管他穿的是长裤应该也有袜子都遮住了，可是有一个凸起的地方，那就是电子脚镣。那另外北检还要不要再抗告呢？现在北检是说收到裁定书之后再研议是否再抗告，而另外绿营很多的侧翼现在还是不依不饶，还是在攻击柯文哲，包括你看到一些网红啊，像是486这些人呐，像是这个4叉猫啊，这些人呐，以及这个简书培市议员呐，还是不断的在批评他，包括4叉猫就很酸的说，柯文哲今天晚上戴的是科技智慧脚环，不是电子脚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疫情COVID 的时候嘛，柯文哲其实是主张要戴电子手环。那他就有讲，那时候就说如果我们说是科技手环，大家就会接受讲是什么这个类似脚镣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监控的系统，大家就不接受。而简书培是批评所谓的7000万的交保金，他说你们民众党在讲说这个钱太多，拜托，恶心，装穷，整个党都装穷。另外，橘子也是绿营主要攻击的点，说随行秘书橘子到现在不回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认为这个交保是不对的。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今天早上陈佩琪一大早就到银行去领钱，那媒体拍到的是佩琪姐满脸都是笑容笑意藏不住，这个是来自于镜新闻的描述。其实他们这些人也很不知道怎么做你如果一脸这个如丧考妣或者一脸垂头丧气，你又会说什么？他垂头丧气露出笑容，又说一脸笑意总之呢，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要被放大来检视。而另外，根据美丽岛电子报刚刚公布的最新民调，柯文哲的信任度达到了下降到19.9%，不到20%，创历史新低。可是有人也说，他这样子还有20%呢，买是没卖啊他的这个羁押之后呢，他的信任度创新低比9月被羁押的时候还减少3.6个百分点。9月他被羁押的时候还有20几%现在只剩下19.9%的信任度可见这个社会还是有将近20%的人信任他。而另外，北检是不是政治办案？柯文哲以最高金额交保，讲的是政治人物史上最高，已经打破了刘太英的记录。那现在呢，国人对于政治办案的疑虑也升上史上新高，所以很多人说这次的输家其实是北检民众对于检方或者我们的司法的办案的信任度其实下降的很多人认为是政治办案。而另外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辞党主席这件事情在
今天或者是昨天，我们看到北院的攻防这个羁押庭的攻防占有一席之地呢？因为北院说这个柯文哲有实质的影响力，所以一直在这个纠结在他要不要辞党主席这件事。他认为说，如果你不辞党主席，你一回去的话你的工作伙伴这些人都是证人呐，都是本案的相关的关系人呐，那有可能会串证呐。可是呢，也有一些人认为说，如果要这样讲的话，那官员涉案就要压啦，不管你涉案情节大大小小，你都要压啊，因为你是重要，你有实质的影响力，不是吗？另外我们看到社会上当然有很多不一样的见解，有人认为柯文哲被冤枉，也有人认为柯文哲这个是罪有应得。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沈富雄沈大佬就说，哎呀，这是自作孽，他的政治生命废了，能活着就不错了。那林卓水也是绿营的大佬，他有一些评断，不过他的评断是来自于这个人谢长廷。昨天谢长廷在自己的脸书发了一篇贴文特别讲到一点，说柯文哲收贿的证据确实薄弱了一点。谢长廷是谁呀？曾经有人说他是民进党里头最聪明的人那他过去做过律师，他讲这句话感觉有深意，所以林卓水就顺着这个谢长廷的话也写了一篇脸书他说当年民进党最聪明的人都这样讲，可见柯文哲在政坛纵横捭阖的时代还没有结束。我不晓得林卓水是酸他呢，还是真的这样认为呢？可是这个民进党的策略看起来还是把这个柯文哲打成中共同路人，包括看到偏绿的一个财经的一个网红叫胡彩萍，他就讲说柯文哲的起诉书载明一个手法跟中国的国企洗钱太像了，讲的是他想要成立包括众诚公司，要募集20亿元作为财务调度的枢纽，还要注资到屯田企业，所谓的屯田计划。他说哎呦，这跟老共很像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张照片，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这张照片。一开始有人觉得是 P 的如果当过兵的在座的有当过兵，像我老公就觉得很扯，怎么会这样？这个人好像是自愿役是不是？自愿役。照理说你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你怎么会把一把手枪放成这样？而且他眼睛直接抵住这个叫什么地方？准心准心。如果真的击发，他脸大概整个被炸烂了吧？怎么会这样子嘞？结果后来我们看到，本来以为是 P 图啦，或者是假图啦，或者是假讯息啦那我们看到6军团证实说这不是 P 的，这是真的。然后他们说会加强训练，可是我们后面更深层，不是要笑他，后面更深层的意义是，天哪，我们的国军训练如果是这样，你每天在喊抗中保台是在喊什么？是在喊什么？亮哥，这个北检提抗告的可能性还是存在啦。那重点是高院怎么处理，会不会发回跟裁因为基本上柯文哲已经回应了北检的2个主要疑虑了。第一个就是他如果是党主席，那会不会回到一个串政的环境？所以他说他要辞党主席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会不会逃亡？那就加码嘛，加到7000万，而且加电子脚镣。所以他以后人在哪里，你随时都可以掌握。所以我认为，我听说这2点是柯文哲主动提议的，因为他提到他父亲身体不好，然后后面他也知道北检要有下台阶嘛，所以他提议这2个，事实上真的就是回应了北检主要2个之一嘛，就是串政跟逃亡而且高院其实那个发回跟裁那个也写得蛮明的，也写了2点质疑嘛，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方向了。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要抗告，你真的要有新的事证除非你能够证明说，因为橘子快回来了，所以柯文哲不能在外面跑动。我是说，除非你有这一类，除非有新的这样。对，说橘子快回来了，或者我们已经压到了我们找到人了。对，不然你如果继续用串政或逃亡，我坦白讲，真的不容易有说服力了，因为你已经有电子脚镣了，对不对？而且坦白说他就住在他家里，那80个证人也不好去他家拜访他，对不对？因为他不会去民众党了嘛。对，所以我觉得，
如果没有新的理由了，我认为很可能就是到此为止了。不过我认为柯文哲也不是一下就会又去搞大的政治活动啊，因为他还是要拼一审啊。我们那个候选人资格法律有规定嘛，你一审只要判超过10年，你就不能参选了。这个是我们法律规定。他现在其实是可以的，对不对？不是啦，就还没有判嘛，还没有判。啊、可是你现在的政治活动会影响到你的一审啊。你会让人家觉得那个法院的法官一定会有感觉嘛。所以其实他恐怕，我觉得谢长廷的质疑也只有讲到那个受贿的部分啊，因为那个真的是问题很大啦，因为你没有直接证据，没有金流，没有现金，没有有价值物被发现，然后又没有确切的时间跟地点啊，然后你还那边掰说确定是柯文哲去跟沈季金亲自拿现金，你的证据是什么？有没有看到照片啊？然后又说柯文哲把那个钱交给橘子，那个徐子瑜他怎么处理这笔钱？你也要告诉我啊！1500万有那么好处理啊？那起码他的金流你查一下，查给我们看啊。或者他怎么带出国的？假设有的话，不可能嘛？对，假设有的话，因为你出国你带现金，一次只能带10万，而且那个一经过那个 X-ray 这个 X 光机就被看到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因为你要判人家15年啊，你没有人事实地物的一个勾稽啊，当然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了啊。不过柯文哲不是只有这个案啊，他还有另外2个政治现金的案哈，那个5+6，那另外一个是基金会背信2年6个月。亮哥，我插播一下刚刚北检说，检察官收到法院的裁定书之后，就会依法提出抗告。是啊，看起来又要抗告了。是啊，不啦，这个案子，我听说北检昨天也是很沮丧啊，那民进党高层也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啊？可是我跟你讲你抗告发回根裁，还是回到原来那个合议庭北院这边，他只是换法官，可是那个法官基本上是同一群可是搞不好北院就驳回啦，不是高院，有可能高院我跟你讲这里面是让北检要去评估一个因素了。第一天那个北院为什么要开放旁听？为什么？事实上羁押庭没有人在旁听。对啊，他就是认为要让社会来听你北检讲话有多离谱嘛。真的吗？我跟你讲，做这个动作就表示北院对北检不以为然了。是结果我那天进去的是黄国昌啦、张启凯啦、黄静怡那个学姐他们都进去了他们出来都是说没有听过这么离谱的指控啊。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开放30个进去？就是要让社会进来听嘛。对，就不要让周刊写，我干脆公开。本来就是啊，所以我就看你北检怎么救自己嘛。你的公信力已经完蛋了嘛，你再去抗告啊。我就看你那个高院怎么判。你高院现在已经交保金到7000万了，你还要再高吗？已经有电子脚镣了，还不够吗？我就看你怎么判嘛。是，来彬哥。其实我本来也是预期北检一定会再提抗告的，因为面子挂不住嘛。对了，对啊，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案子已经演变跟郑文灿那时候差不多了，又来了。那接下来高院会不会再发回？我觉得非常有可能。高院发回，可能这次会不会学那时候桃园高院的严厉态度，直接叫你就这样判？我不知道，也可能会这样。因为北检为什么面子挂不住？你知道？今天连桃检都在酸北检。对啊，桃检直接在讲说，我们不是只有 Excel 档的证据我们还有其他证据。哎呦，这样子内讧了，对。是啊，所以你说你是北检，你怎么咽得下这一口气？可是这些检察官不是都说是 No.1 的吗？去办这个案子的，怎么会办成这样？讲的都跟真的一样。大家记不记得当时还跟我们讲说有一个金流高手，什么金流都被他查到， 8张支票，对，8张支票。结果呢，查出什么金流来？什么也没有。桃园那个案子是500加到1200，是啊，再加到2800，是啊。柯文哲是一下加到7000，是啊，对，不是因为你说你要再把它升高，你觉得柯文哲逃亡的可能性会比郑文灿大吗？
他是说串证啊，对啊，他串证，那串证，郑文灿也可以串证啊，对不对？那要串证，大家都可以串证。我觉得这个很瞎啦，所以我就等着看高院现在用什么理由发回跟裁，对吧？我认为他很可能会发回跟裁，那到时候再来看嘛。那当然一些垃圾话我们就不用去讲了，反正落井下石的人很多了。我必须很诚恳的讲，就是柯文哲他在政治现金那一方面，我是完全不敢帮他背书，我认为他那很有问题，可能会出大事。可是你说你要指控人家收贿，指控收贿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呢，你要有很确切的证据才能够指控人家收贿。结果你到现在证据总共只有2个，一个就是朱雅虎210万，另外一个就是1500。那请问一下，你这样到底要怎么去说服别人？所以昨天因为旁听的关系，很多人出来都觉得非常离谱嘛，因为检察官自己承认说，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证明 Excel 档是柯文哲写的，还叫柯文哲自己证明。对啊，这不是很好笑吗？你到底在干嘛？你们搞了4个月就搞成这个样子，你说你这样怎么能够让人家信服？可是我也必须说啦，你说柯文哲未来还有什么政治生命吗？我认为几乎不太可能了，因为不是民调你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有19%的人支持他，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19%的人，其中大多数是觉得我们的司法追杀的太过分了，而不是真的完全信任柯文哲。我认为现在真正完全信任柯文哲无怨无悔的人，大概只剩5-6%。说真的，没有那么多了。因为讲实在话，我想任何人看到政治现金那一块的时候，都会很摇头，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乱处理一通，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导致谢长廷为什么要帮他讲话是很特别的，是不是谢长廷在对赖清德在讲什么，在示威什么？可是像这一种什么胡彩萍这种人说柯文哲这个什么手法怎样怎样，我老实说啦，这一个众诚公司哦，根本都还没开始运作。对啊，那请问一下，起诉书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对，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所以这在人家看来，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政治追杀。这一个案件政治的影响力远远大过实际的司法。是，老师同意吗？我当然同意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真正的直接证据啊，你要靠这些间接证据来定这样的一个就是收贿的罪，那我觉得确实是需要很长，而且是要很多人来对质。那虽然看不到钱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奇怪，就是有一些钱啊流入了什么地方，但是呢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是有这么多。那我觉得这一个现在还没有看到。那基本上今天柯文哲其实我觉得都是犯了所有政治人物坐上大位以后会犯的错，就是忽然对自己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对自己认为说自己是 invincible， 不可能被击败的，所以做任何的事情都觉得不会被揭发。那我觉得柯文哲自己这个教训，包括过去，我觉得包括韩国瑜在内，他选上高雄市长的时候，就忽然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一下子就踏到总统位置，就飘了，就飘了。我觉得政治人物都会飘啊，那飘了以后，你会不会作奸犯科的事情，让你的支持者失望？所以现在的答案又从头回到你过去所编的这些谎言也好，借口也好，或者你的说服你的支持者这一套说辞，到底还能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一般基本老百姓能够相信？我觉得我们从陈水扁那一次讲说他那个是海外建国基金，是还有人会相信，现在还有人相信，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要成熟一点，就不要信任任何政治人物所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近这几个案子下来，大家要学习到的东西。是没有错，我觉得老师讲的也是我心中想讲的，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在政治上面。